在美国，房产并不是纯粹的资产，它更加像是一个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和法律责任体。缺乏美国法律和金融常识的投资者，很容易在这里掉进社会底层规则和顶层资本联手设下的陷阱。许多在美国投资房产的华人都深有同感。买房之前以为是躺赚的被动收入，买房之后才发现自己变成了高级的打杂工。美国住房市场最残酷的现实。美国做房地产投资，尤其是民宅招租，极端的保护租客法律，在纽约、加州、西雅图等华人喜爱的投资地方，法律天平极度的向租客倾斜。驱逐极难，遇到职业的老赖，他们利用法律的漏洞，白住半年甚至1年以上，房东拿不到房租，还要继续支付地税和贷款。程序的繁琐，房东不能换锁，不能断水断电，不能搬走租客的行李，否则是属于违法行为。驱逐必须走完漫长的法庭程序，高昂的律师费，打一次驱逐官司，律师费加上法庭费，几千美元起步，最后往往变成房东自掏腰包给老赖塞钱，求他们搬走。在美国的人工成本极高，加之房屋多为木质结构，老化快，维护繁琐。法律规定房东必须维持房屋可居住的状态，暖气坏了、漏水了，房东必须在24到48小时内解决，随叫随到。请通水管工或者是电工上门费，动辄上百美元，按小时计费。房东为了省钱，只能把自己逼成全能的修理工。如果因为维修不及时被租客投诉到市政府，房东将面临严厉的政府听证会和巨额的罚单。更深一层的终极隐患：资产责任风险。这是很多新手房东没有意识到的最可怕的一层。人身伤害诉讼，如果租客或者客人在你的房子里面滑倒，从楼梯摔下，甚至被宠物狗咬伤，房东都可能面临高达数百万美元的疏忽大意民事诉讼。资产穿透，如果没有做好资产隔离，例如仅用个人名义持股，而没有成立 LLC 有限责任公司，或者没有购买足够的额度的闪险，一旦败诉，房东个人的存款、其他房产甚至工资收入都可能被法庭强制执行，用来赔偿。这里就是为什么很多华人房东最后感叹，表面上是资产阶级，实际上是高级长工。在美国做房地产投资，表面上的麻烦如修马桶、催房租，只是皮毛。如果你真正的深入了解底层的法律、税务和金融游戏规则，你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系统性风险和资本收割机制，这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。资本的陷阱，地方政府的合法抢劫，地税与隐形通胀。美国房产的持有成本高得惊人，房东实际上是在给政府常年打工。地税终身制，德州、新泽西等很多地方的地税率高达2%到3%，这意味着即使你全款付清房贷，每30年到50年，你也等于把房子重新向政府买了一遍。估值杀手，房价上涨时，政府会立刻调高你的房屋估值，来多收税。但是房价下跌时，地税却极难降下来。驱逐背后的政治正确
黑洞。在加州、纽约州等兰州，法律已经不仅是偏向租客，而是发展成了对私有产权的侵蚀、职业老赖的保护伞。有些极左地区的法官和政策甚至默许租客不付租金。驱逐令可能被法庭以各种人道主义原因无限期推迟。资本的反向剥削，房东不收租要继续还贷，否则信用破产，房子被银行收走。这种机制逼得小房东只能自认倒霉，给老赖塞几千甚至上万美元的搬家费，请对方离开。敲诈诉讼以资产彻底清零。美国是世界上民事诉讼最频繁的国家，也是房东最害怕的深渊。天价赔偿，租客在院子里面踩到冰块滑倒，小孩不小心吞了老房子的铅漆皮，或者楼梯护栏松动了导致跌伤，都会成为不良律师、个人伤害律师眼中的肥肉，倾家荡产。这类诉讼的索赔金额通常是百万美元起步。如果房东没有设立复杂的法律架构，如 LLC 隔离，或者买足额的散险，原告律师会顺藤摸瓜，把你个人的全部存款、股票，甚至其他没有抵押的房产，全部申请法庭拍卖来抵债。机构大资本的降维打击与散户收割。个人散户买一两套房，要面对繁重的管理和极高的单套空置风险，而华尔街大资本如华石等，正在批量买下整条街的民宅，资源碾压。大机构有全职的律师团队，标准化的物业管理，极低的贷款利息。散户出局，在大资本和严格地方法规的双重挤压下，单打独斗的华人小房东容错率极低，只要遇到一个坏租客或者一场官司，几年的利润就会一笔勾销，最终只能亏本把房子卖给大机构，彻底沦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。资产配置、买房移民、杠杆投资，更是触及了美国房地产投资背后残酷的法律、税务和隐形成本陷阱，层层剥开美国当房东和资产配置背后更可怕的真相。表面上是地主，实际上就是高级的长工。很多华人在国内习惯了房东说了算的模式，带着积蓄去美国买房出租，结果被美国的法律和人工成本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。永无止境的隐形负债持有成本。在国内，房子买下来持有成本极低，甚至没有房产税。但是在美国，房子只要在你名下的一天，就是一台不间断的税钞机。房产税每年雷打不动要交，一般为房价的1%到3%。如果买了一套100万美元的房子，哪怕是每年空置，也要给政府交1到3万美元。房屋保险，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，加州的火灾、佛州的飓风，全美房屋保险费暴涨，很多地方甚至有钱都买不到保险。物业费 HOA， 如果是公寓、condo 或者部分社区，HOA 的费用高得惊人，并且每年都在上涨。诉讼天堂的无限连带责任，官司破产风险。美国是出了名的民事诉讼大国。如果租客，甚至邮递员、路人，在你的出租屋前滑倒、
摔伤，或者是楼梯踏板断裂导致受伤，房东将面临天价的人身伤害索赔。如果你的资产隔离没有做好，比如用个人的名义持股，没有买足额的闪险 （umbrella insurance），对方的律师会像秃鹫一样盯上你名下的所有资产，包括你的自住房、银行存款、股票账户。一场官司就能让一个中产家庭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夜清空。极难套现的流动性陷阱与昂贵的交易成本。国内房产交易通常是买方承担大部分的税费，但是在美国，卖房成本极高，房东在卖房的时候通常要支付高达房价5%到6%的经纪人佣金，加上各种过户税、产权保险 （title insurance）、律师公证费等。卖一次房子，大几万到十几万美元直接蒸发，变现周期长。美国房产交易普遍需要30到60天的过户期。如果急需现金，房产根本无法像股票那样快速变现。万税之国的财富收割，税务陷阱。美国国税局 IRS 对房地产的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有一套极为严密的收割逻辑。增值税，投资房卖出的时候赚到的钱要交沉重的联邦和州资本利得税。折旧回收税 （Depreciation Recapture）。报税的时候，你享受了房屋折旧抵税的福利。卖房的时候，IRS 会把这笔账一次性的算回来，让你补税。外国人资本利得预扣税，外国人投资房地产税收法，美国的一项税收法规，要求在美国购买房地产的外国投资者，在出售房地产时，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收。如果你不是美国税务居民，卖房的时候，过户公司会直接预扣房价的15%现金，上交给国税局，多退少补，极度影响资金的周转。非居民遗产税，如果中国籍房东不幸去世，其在美国名下的房产，免税额度仅有可怜的6万美元，超出的部分面临高达40%的联邦遗产税。这意味着后代想继承这套房子，得先拿出几十万美元现金去交给美国政府纳税，否则房子直接被拍卖。从重资产投资向轻资产防御的思维转变，看到这些地缘法律和税务的残酷，很多成熟的海外资产配置者正在经历深刻的思维转变，放弃盲目迷恋买房，不再像国内那样有钱就买实体房产。买房不仅成了买苦力、买官司风险，还牺牲了流动性。拥抱信托与有限责任公司 （LLC）。真正懂行的人绝对不用个人的名字买投资房，而是通过设立 LLC 有限责任公司来建立资产防火墙，把持股人连带责任降到最低。转向数字化配置，更多人转而选择流动性更好、完全不需要通马桶的美国国债、标普500指数基金，或者通过房地产信托基金来获取房地产收益。把管资产的累活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和律师团，自己只做真正的甩手掌柜。
在美国投资，懂法和懂税永远排在能赚钱的前面。缺乏对底层法律的逻辑的敬畏，盲目的跨国做重资产配置，确实会沦为给租客、工人、政府和律师义务打工的大冤种。当跨国投资者把资金从国内搬到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，表面上看到的是永久产权、稳定租金、资产保值的优质资产，但是底层隐藏的却是美国法律和税务系统对富人的合法绞杀机制。如果不做深度的研究，只用国内买房的思维去操作，这笔资产会从金母鸡变成吞金兽，甚至成为摧毁整个家庭财富的导火索。美国是全球诉讼最猖獗的国家，拥有极为发达的索赔产业链，无限连带责任。如果你用个人的名字买下美国的房产，你就要对这栋房子里面发生的一切意外承担无限人身伤害赔偿责任。税务的绞杀，针对非美国居民的残酷收割。许多人认为，只要不拿美国绿卡，不转国籍，就可以躲过美国的万税之国的称号。事实上，美国国税局 IRS 对非美国税务居民在房地产上的税收手段更加残忍。当非美国的居民打算卖掉美国投资房变现的时候，美国政府为了防止你拿钱跑路，法律规定过户公司必须在房款总额中直接强行扣除15%，上交给国税局。这是扣销售的总价，而不是扣利润。比如你$100万卖掉房子，不管你赚没有赚钱，当场就被拿走$15万。你想拿回多缴的税？对不起，去和 IRS 打漫长的官司和报税流程，快则半年，慢则数年，现金流动性彻底封死。致命的遗产税陷阱，这是90%华人盲目买房时完全不知道的惊天巨坑。免税额的巨大悬殊，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去世的时候，联邦遗产税免税额度高达$1300多万，这是2026年的标准。但是，非美国居民在中国不幸去世，其在美国名下的房产等有形资产，免税额度只有可怜的$6万，高达40%的现金收割，超过$6万的部分，将面临最高40%的联邦遗产税。举一个恐怖的例子。你用个人的名字在北京买了一套$200万的美国别墅。如果你不幸发生意外去世，你的孩子想要继承这套房子，不能直接过户，他必须在9个月内先用现金凑齐大约$70多万交给美国国税局，才能办理继承。如果拿不出这笔现金税款，美国政府会直接把你的房子公开拍卖，扣掉税款后，剩下零头才给你的家人。阶层错配，底层工会与行政机器对房东的围猎。在国内，房东绝对是强势方，但是在美国，尤其是在左派执政的区域，比如加州、纽约，房东是政治上的最底层。
租客和工会才是特权阶层。职业的租霸，合法的白嫖。美国的职业租霸极其熟悉驱逐法，他们付了首月房租和押金之后，就开始拒绝付房租。房东起诉驱逐，法院会因为保护弱者，将开庭无限期的推迟。期间，租霸利用各种免费的政府法律援助和房东死磕，白住1到2年是常态。极度高昂的维护成本，期间房屋如果空调坏了、水管漏水，房东必须立刻自费请持牌工人维修。美国的人工费极贵，换个热水器可能就要几千美元。如果房东因为他不付钱而不修理，租霸反手就会起诉房东，不提供符合人道居住标准的房屋，房东反而要面临巨额的罚款。美国买房是投资、配置、抗通胀，实际上它是重资产、低流动性、高维护成本，伴随无限民事诉讼风险，并且随时可能被政府通过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合法充公的财富陷阱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真正懂行的跨国资产配置者，宁可去买年化收益4%到5%的无风险的美国国债，或者通过设立复杂的家族信托和有限责任公司 （LLC） 来层层隔离风险，也绝不用个人名字去碰实体美国房产。如果不改变买房稳赚不赔的农耕文明思维，盲目的把资产搬到美国买房，最终大概率是把几代人积攒的财富双手奉献给了美国的律师、租霸和国税局。为了防止资产配置变成财富陷阱，有非常经典的防御手段。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